朋友們，大家好。這個周末在德國首都柏林有一個叫同志驕傲日，也就是這天呢，不僅是德國柏林，還有可能德國全国各地，另外呢周邊國家的一些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還有其他性別認同者，可能共同在柏林參加這個節日，共同慶祝這個節日。昨天周六晚上10點左右，發生了一起恐怖襲擊事件，就針對這群人的啊。晚上10點左右，一名21歲的阿拉伯裔的信奉伊斯蘭教的這個人呢，叫阿卜杜，駕駛一輛白色汽車衝進人群，然後呢肆意碾壓，一個女性當場死亡，大概16、17個人受傷，其中部分受重傷，有幾個生命垂危。这个21岁的伊斯蘭主義者，估計呢他是比較激進的啊，在警方有案底，而且今年5月剛放出來，放出2個月，你看又出事了吧？警方都知道他這個人有問題，但是呢沒有採取預防措施，特別在這種節日的時候。另外，我猜，就是組織方在安保方面疏忽了，因為對比科隆，我認為發生這種事情，車能進入的地方，這個路口它沒有加這個護欄。我們看看，我這個月初拍的，就是在我們科隆這同志驕傲日這個周末，我拍的一些畫面。大家可以看到，科隆的安保措施做得好得多，在每個街口，就是有那個遊行的、舉行活動的街口，都會布置這種樁啊，這種樁它是非常結實的啊，車肯定開不進去。還有今年2月份的時候，科隆狂歡節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應該是歐洲最大的一個狂歡節。科隆呢就吸取了德國發生恐怖襲擊的教訓，所以呢這幾年都會做非常強的安保，採取這種措施，我覺得非常到位。反正能夠有車輛進入開進去的地方，都會加防車輛進入的那種非常堅固的柱子，這樣想進行恐怖襲擊的車輛就不行了，對不對？但是持刀的、持斧頭的還是不能預防。不過這樣就好多了。好，我們回到發生在德國柏林這起恐怖襲擊事件，目前只有德國圖片報把它定性為恐怖襲擊，其他主流媒體，特別是左派媒體還不會也不願意把這樣的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事件。在德國左派，比如說綠黨的、左黨的很多人，他們持這樣的觀點，我們德國應該幫助世界所有需要的人，他們想來德國就來。這起事件之後呢，我立即就想到了2015年的時候，當時默克爾不是國門打開，然後接納那些所謂敘利亞難民嘛，對不對？當年就來了起碼100萬甚至150萬難民，當時呢就隨便打開，不能夠進行好好登記。你們想想看，當年誰都可以進入德國，真的誰都可以，裡面魚龍混雜，對不對？而且都是從那些伊斯蘭這個宗教國家地區過來的，那麼裡面有多少這個伊斯蘭激進分子，咱們也不知道，德國政府也不知道，那肯定混進了不少極端分子吧，對不對？這些就是德國治安隱患呀，恩將仇報了吧，引狼入室了吧？接下來我給大家梳理一下2015年以來德國重大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襲擊事件。2016年7月，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的一個城市叫烏茲堡，當時呢在火車上發生了持斧頭還有其他道具襲擊的事件。我記得當年報道的時候提到有幾個香港人，可能是中文報道我忘記了，也在火車上，不過呢他們沒有受到襲擊，但是即使這樣給他們趕上了，也算他們命大。當時的嫌疑犯是一個17歲的阿富汗難民，當時呢造成多人重傷。這起事件伊斯蘭國宣布負責。同一個月，同一個州，也是巴伐利亞州，但在另一個城市，當時呢有個音樂節，有一個敘利亞難民，他引爆了炸彈，自己死亡了，死有餘辜，但是呢造成了10多個人受傷，也是伊斯蘭國宣布他們負責。同一年12月，在德國柏林聖誕集市，因為每年
德國這聖誕集市都非常非常受人歡迎的啊，比如說科隆的聖誕集市、紐倫堡的、柏林的，還有慕尼黑的等等，反正很多。當年12月在德國柏林聖誕集市也發生了一起恐怖襲擊事件，這是近年來最著名的一次，也是有人呢開卡車衝撞人群，他呢是一個突尼斯難民，所謂難民啊，結果呢造成了13人死亡，數十人受傷，伊斯蘭國立即宣布負責。5年之後，2021年又發生了一起伊斯蘭襲擊事件，這個案件正在審判中。你看，2021年到現在5年了，還在審判。據說那個襲擊者呢是一名受伊斯蘭國思想影響的人，一個極端分子。2024年2年前，在德國西南部曼海姆這個城市，又是極端主義嫌疑犯，他在一個反伊斯蘭的集會上進行襲擊，其中一個警察不幸殉職，多人受傷。同是那年2024年，在科隆附近一個城市叫索林根，又發生了一起恐怖袭擊事件，是持刀隨機砍人的事件。當時是索林根這个城市慶祝建成650周年，然後呢，混進一個伊斯蘭恐怖分子，他持着刀隨便砍人啊，無差別，有3人死亡，有8人重傷。嫌疑犯是敘利亞人士，又是敘利亞，伊斯蘭國宣布負責。去年2025年，又是在柏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那裡，又有人呢持刀襲擊，那個嫌疑犯是敘利亞難民，受伊斯蘭國意識形態影響，他是專門選擇猶太目標來進行襲擊。後來呢，這名嫌疑犯被判刑13年。然後呢，最近一起就是剛才我說的啊，2026年同志驕傲日，在那個地方發生了襲擊，1人死亡，10多人受傷，其中多人生命垂危。我估計呢，死亡人數還會增加。長期關注我頻道的朋友們肯定也知道啊，對這個話題其實我做過不止一期節目，那就是我對歐洲的未來不看好，其中一個原因那就是宗教衝突。宗教衝突我認為如果嚴重的話，很可能會發展成為宗教戰爭。大家聽到戰爭這個詞覺得好像不可思議，為什麼會發生成宗教戰爭呢？其實呢，過去在歐洲的歷史當中，宗教戰爭一點都不奇怪，因為在過去就發生過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戰爭。在好幾百年前，去過西班牙的人，特別是去過西班牙南部的人，你們肯定可以發現當地的建築風格是阿拉伯還有歐洲風格的，它是一種融合。為什麼？就是因為當年伊斯蘭這個宗教統治了這個地區，所以比如說你去 Cordoba， 我不知道漢語怎麼翻譯啊，它現在的教堂就是有伊斯蘭風格的。為什麼我說歐洲現在的宗教矛盾會演變成宗教戰爭？有這個風險，因為呢，我們要看信奉伊斯蘭教的人，他們一般來說生育率更高，對吧？甚至呢，比本土德國人生育率可能會高出2到3倍。伊斯蘭教的有些國家和地區，它是允許一夫多妻的，甚至呢，在德國發生這樣奇怪的事情，違背德國憲法的事情，但是在德國甚至發生了，那就是在德國漢堡，不知道是哪一年，反正是過去幾年的某一年，也是敘利亞的一個男的啊，他首先帶了他一個老婆來到德國申請難民，獲得批准了，然後呢，他又獲得了家庭團聚，把他第2個老婆和孩子也接來德國了。朋友們，這是德國法院批准的啊，所以他得到了家庭團聚簽證。但是朋友們，德國的憲法規定的是一夫一妻制或者一夫一夫制，反正呢，法律確定的只有另外一個伴侶。但是像這個難民，他允許帶2個老婆，如果他有3個、4個老婆，可能允許帶3到4個老婆，還有加上孩子一起來德國。如果每個老婆，比如說生5、6個孩子，那2個老婆就10幾個。所以像這樣的所謂難民，在德國根本就不用去上班，直接在家做床上活塞運動就可以了，生孩子。然後呢，納稅人的錢不是國家，是我們
納稅人的錢把他們養起來。然後這些人，很多人可能是文盲，或者受的那個教育程度非常低，或者不會說德語。這些人不會給德國做出貢獻，唯一做出貢獻就是多生，給德國人生孩子。我不是反對哪個宗教啊，我只是以事實說話。這個宗教的人，他們是很難融入這個主流社會的，而且相反，他們要求主流社會適應他們，不會德國主流社會的語言，不接受當地的文化，而且還要求或者德國這個福利把他們養起來，所以他們來到德國，當然感到這裡好了，但是這些人一般來說不會感恩，反而對這個主流社會、對這個文化有恨。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在德國過去公共場合發生了好多起，有些可能媒體都不會報道，比如說砍人的，對吧？也許每隔2天、每隔幾天就會發生一次，德國媒體不會報道了，因為一報道就會引起恐慌。像昨天德國柏林發生這種事情，因為呢發生突然，無法管控，人人有手機就暴露出去了。我們回到这個宗教衝突的問題，然後可能會發生成宗教戰爭的問題。生育率導致了這個宗教比例的人口越來越多。如果這個選舉體制不做調整、不做改變，那麼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在州選舉層面有這個穆斯林的州長。現在已經出現了，在德國巴登符騰堡州，這個州長就是綠黨籍的。我不知道他這個宗教是不是那個伊斯蘭呀，但是呢，他是土耳其裔的人，他的父輩絕对是信伊斯蘭教的。那麼這樣分析的話，他也是伊斯蘭，因為他是不可能不信教的。你看，德國已經出現了伊斯蘭的州長了吧？還有倫敦那個市長是不是伊斯蘭的？他是巴基斯坦後裔的，對不對？像這樣的例子越來越多。如果這個選舉制他不做調整，那麼可能1代人、2代人之後，德國很可能會出現一把手也是穆斯林呢。那如果是基督教那邊不服氣，然後呢，穆斯林這邊訴求越來越多，他們不接受當地的主流文化，某一天他們自己變成主流文化、主流宗教，那麼德國社會會怎麼樣？另一邊基督徒會受到打壓，對吧？有一天穆斯林已經成為主流了，那他們肯定会對基督徒進行某種形式的打壓，甚至殺戮都有可能。那是不是會到時这些信基督教的人受壓迫之後會起來反抗呢？有可能啊，起了反抗之後就會發生衝突，衝突演變激烈之後就會發生成戰爭。有的人問我，你為什麼對這個德國那麼悲觀？或者你為什麼對這個德國伊斯蘭教的這些人那麼悲觀呢？其實如果你只待在中國國內，沒有出過國，沒有跟這些人接觸過，沒有深入德國社會，你是不可能理解的，真的不可能理解。我說的不是因為我不喜歡這裡，而是按照德國這當前的形勢進行分析，以及我自己在德國的經歷啊，我的觀察。如果你來德國只是1-2年，或者在德國留學，待在大学校園，是不可能理解這樣的東西的，因為你沒接觸，沒有切身的感受。只有在德國生活，我認為至少要10年以上，要工作，真正的融入當地的生活，你才能夠理解我說的是什麼。如果你不理解我，但是呢，我能夠理解你為什麼不理解我，這樣說是不是有點抽象呢？好的，我們回到現在德國這起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吧，然後我們分析一下為什麼會發生，然後為什麼會不斷發生這樣的恐怖襲擊事件。第一個原因也是我當年分析的，你看現在應驗了吧？2015年難民危機後，人口快速流入，當年光是因為敘利亞戰爭進來的所謂難民就100多萬，朋友們，當時德國是不分的啊，反正你進來就可以了，根本就不分你是不是真的是難民，也不会做很詳細的登記。當年100多萬魚龍混雜，有多少人是伊斯蘭國的那些分子，對不對？有多少人是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德國政府都沒逼數，那其中絕對是有不少的人混進來了。這些人還花着德國納稅人的錢，就是所謂的福利。德國這些傻逼啊，
也包括我了，當然，因為我是其中一員，但是我是沒辦法，我反對也沒辦法呀，對吧？把這人供養起來，當老爺一樣供養起來，無法對他們真正的身份進行核實，把他們安置起來，他們不肯融入德國這個主流社會，也不用去工作，然後天天領福利。第二個就是他們當中有一定比例的人受到極端主義思想的影響。德國憲法保護局長期警告，伊斯蘭極端主義網絡非常活躍，而這些人呢，通過網絡宣傳、熟人關係等途徑激進化其他人。一些小青年像昨天進行恐怖襲擊的這個只有21歲的伊斯蘭主義者，可能就是其中一個呀。第三個原因，其中一部分人被列為高風險對象的人，他們可以實施恐怖襲擊他們只是被列入高風險，但是沒有把他們抓起來，可能都沒有對他們實施監控，他们可以自由行動，去哪兒都可以。還由於呢，德國的法律證據的門檻比較高，監控資源有限，所以呢，未能阻止他們進行恐怖襲擊，所以才導致了德國一系列這種社會的這種災難呀。說到這裡，我又不得不吐槽一下德國主流社會、德國媒體是多麼妖魔化中國這個監控攝像頭德國主流社會就默認，因為德國媒體的洗腦，中國就是個警察國家，是一個監控國家，完全妖魔化中國。他們不會想到，也不會承認中國有多麼的那個安全，甚至他們對新疆的安全，對新疆採取這種反恐措施妖魔化，說是對新疆維吾爾人進行種族滅絕。德國人當然相信了，他們反對攝像頭，反對在公共場合安裝監控設備，因為這樣的話他們就沒有隱私了。這就是德國人還有西方很多人他們的思維。但另一方面，他們沒想到，為了他們所謂的隱私，他們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對不對？難道為了隱私獻出生命都無所謂嗎？每次發生這樣恐怖襲擊事件，每次死了人，然後呢，獻花的獻花，點蠟燭的蠟燭，上街默哀幾分鐘，但是過去之後，每次呢又重複發生，什麼都沒有改變。另外發生這個恐怖襲擊的原因，就是前面我分析的，也許他們在那個路口，車輛可以駛入人群的那個路口沒有搞路障，就是我拍下科隆這種柱子特別堅固的柱子，車輛根本開不進去。可能柏林就沒有，為了省一些安保費，你看釀成了這樣的事件吧。農夫與蛇的故事，花了我們德國納稅人的錢，另外一群人不僅不感恩，還恩將仇報，懷恨德國主流社會，懷恨德國這個主流文化，吃的喝的都是我們納稅人的，不僅不感恩，還把你殺了。今年9月份還有2個月，東德也就是德國東部的一些州要舉行州的選舉。目前的民調顯示德國這個被主流社會還有媒體呢定性為右翼或是極右翼的政黨叫選擇黨 AFD。目前呢，在民調當中，它的支持率甚至呢超過40%了。也就是如果再多加4-5個點，可能它可以獨立執政。也就是如果到時一切像目前民調這個發展趨勢那樣顯示，很可能到9月份，德國歷史上首次會出現一個選擇黨的州長。這個有可能通過昨天這個恐怖襲擊事件，又一起是所謂的有難民背景的或者穆斯林背景的，正好切合了德國選擇黨它的理念，那就是反這種非法移民，不是反移民，是反非法移民反違反德國法律的這些外國人。像他這個就剛剛切合這個德國選擇黨的競選綱領，所以呢，我認為昨天這個恐怖襲擊事件肯定會給德國選擇黨加分。這起事件呢是有助於德國選擇黨到時執政的。我相信我的分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可惜一切都晚了，朋友們。而且這不是一次，我已經多次說過了在我的節目當中，這絕對不是單獨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發生這樣的恐怖襲擊事件，今後還會發生。
可能是像開車這樣撞人的，也可能是持刀無差別砍人的，也可能是炸彈，都有可能。所以在過去我多次說過，我在德國特別擔心啊，去人多密集的地方，比如說德國火車站呀、德國機場，我是非常擔心的。但是在這個國家生活，你又不得不去，你避免不了，所以啊，你的命也許呢是命悬一線的，每一秒都有可能發生，有可能發生在我身上。那如果發生了，我自己倒霉啊，誰叫我在這裡？我真的對德國沒有信心。這樣的恐怖襲擊絕對還會發生，當然，我希望啊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好的，今天就到這裡，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